专门清场，严禁推销便宜房子啊，别脏了我们老太太眼。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想过的问题：如果不把房子算进去，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百万富翁？据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2400万百万富翁。然而，当你把房子从净资产计算中剔除后，真正意义上的拥有1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翁人数会骤降75%，仅仅剩下600万，也就是大概每43个成年人中才会有一个。而这件事足以彻底改变我们对财富积累这件事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成为账面百万富翁 （Millionaire on Paper） 与拥有真正的流动资产 （Liquid Wealth, Invested Assets） 之间的区别，以及为什么这种差别可能是你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你的净资产 net worth 达到100万美元，你就已经富有且财务安全了。无论那所谓的净资产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近年来，房价的飙升让许多房主凭借房屋净值跃升为百万富翁。比如一位20年前在加州购买普通住房的人，如今可能因为房产升值而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净资产。然而，这种基于房屋净值的财富增长并不代表真正的财务安全。这些房主中，许多人依然需要继续工作，精打细算地维持生活，因为他们的流动资产依然有限。数据显示，在美国，如果不计算百万富翁的自住房 （primary residence） 或房屋净值 （home equity）， 至少75%的百万富翁会失去所谓百万富翁这个身份。换句话说，大多数百万富翁其实是房产富有 （house rich）， 但现金贫穷 （cash poor）。拥有一套具有可观净值的住房，确实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它代表多年储蓄、自律与财务稳定的成果。那么，为什么房屋净值 （home equity） 不被视为流动财富？这是因为要将房屋净值变现，通常需要出售房产、再融资或者申请反向抵押贷款 （reverse mortgage）。否则，这些净值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账单、投资或者应对突发开支。这些变现的过程往往成本高、耗时长，并可能影响居住的安排。因此，房屋净值的可动用性远远低于其他资产。所以，为什么流动资产比账面净资产更重要呢？净资产常被视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它往往掩盖了一个人真正拥有的财务自由程度。流动资产带来的是灵活性，它们可以通过投资产生收入，应对突发情况，并支持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无需出售房产。真正的财务独立依赖于被动收入来源、可随时动用的现金，而不仅仅是那些难以变现的资产价值。一个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并持续产生收益的人，与一个净资产虽同为100万，但财富全部锁在房屋中的人，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接下来我们会逐步通过例子讲清楚净资产百万富翁 （net worth millionaire） 与流动百万富翁 （liquid millionaire） 的区别，并分享真正的百万富翁拥有的资产结构，以及如何一步步地建立流动财富 （liquid wealth）， 而不仅仅是账面好看。顺带一提，我的频道目前每周1、3、5会发短视频，每周日会发一条长视频。别忘了订阅、点赞和留言，感谢大家的支持。当你看到新闻上写着美国有2400万名百万富翁，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9%，其实这些标题说的是净资产百万富翁 （net worth millionaire）， 也就是说所有的资产总和减去负债。但请注意，净资产与流动财富的差别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净资产的定义包括房屋净值、退休账户、汽车，尽管严格意义上这不算真正的资产，以及其他任何符合资产定义的东西。相比之下，流动资产通常包括现金、股票、债券、共同基金以及退休账户等等。这些资产可以迅速转化为现金，或能持续带来收入。房地产、车辆和收藏品通常不被纳入此类资产，因为它们的流动性较低。这类人群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约2.3%。
也就是600万人左右。在美国有1800万人，虽然在账面上是百万富翁，但并没有实际的百万流动资产。咱们来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有一位百万富翁，我们现在称她为 Jessica， 她的房屋市值60万，她的房贷余额20万，她的房屋净值就是40万，她的 401k 账户是35万，储蓄5万，其他投资账户15万，除去车贷后的车辆净值为5万，总资产就是100万。如果我们只看它的流动财富，也就是储蓄5万，投资账户15万，401k 账户约35万，不过这个提前提取是会被罚款的，所以它的流动资产总额 liquid asset 约为55万美元。换句话说，虽然他在账面上是百万富翁，但真正可支配不涉及卖房或者交罚金的现金类资产其实只有20万，也就是储蓄和投资账户的总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百万富翁仍然感到财务压力很大，并不富裕。我没钱呢。他们在纸上富有 wealth on paper， 但缺乏可流动资产 liquid asset 去应对紧急事件、新机会、生活变化，除非动用房屋净值，但过程花钱又耗时。那么你也许会问，不买房也能成为百万富翁吗？那当然可以。许多人在没有房产的情况下，通过积累超过1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实现了财务的增长。这类人通常通过拥有产生现金流的投资组合，即使没有房产也能实现财务独立。咱们举个例子，比如一对60多岁的夫妇拥有一栋价值75万美元且无贷款的房屋，同时拥有25万美元的储蓄。从技术上来讲，他们的净资产已经超过100万，属于百万富翁。但由于流动资产不足以支付日常开销，他们仍可能需要继续工作或依赖有限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一个没有自住房但拥有100万美元的股票和现金的租客，即使没有任何房屋净值，也可以立即选择退休。那么真正的百万富翁到底拥有什么？是什么让纸上百万富翁与真正的百万富翁区分开来呢？答案其实与大多数人想象的完全不同。咱们举个例子，一个拥有100万流动资产的真正百万富翁，他的资产结构可能像下面这样：自住房30万，占总财富的25%；投资账户40万，退休账户35万，商业持股15万，现金与应急基金10万，总净资产130万美元。大家可以发现，如果流动净资产要达到100万美金，那么算上房子，总的净资产肯定是要超过100万美金的。下面我们对比一个纸上百万富翁，房屋价值70万美金，约占财富的70%，投资账户10万，退休账户15万，现金5万，总净资产100万，流动净资产30万。大家可以看到，真正的百万富翁与纸上百万富翁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财富结构与财务灵活性。通常来说，真正的百万富翁拥有多元化的资产来源，包括投资账户、企业持股、出租物业和现金储备等等。他们的财富不仅存在于数字上，更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在机会出现时能灵活出手。无论是投资、创业还是资产再配置，都能做到从容而主动。而所谓的纸上百万富翁，则更多是因为自住房升值而让净资产突破了100万美元。但财富高度集中，流动性极低，虽然账面数字亮眼，但若不出售房产或是借债，就无法真正动用这部分财富。这样的财富结构让他们在面对投资机会或突发情况时，往往捉襟见肘，也就是缺乏现金流，也难以承担风险。换句话说，真正的百万富翁能够自由支配财富，利用财富创造新机会，而纸面百万富翁则被最贵的房子束缚，手头紧，风险承受力低，往往无法灵活应对新的投资或者生活机会。如果我们按收入水平来拆分流动百万，也就是拥有1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这样的达成路径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的年收入10万，在保持25%左右的储蓄率，也就是每年储蓄25000美金，并获得6%到7%的年化投资回报的情况下，大约需要18到20年能积累到1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
如果你年收入20万的话，若能维持30%的储蓄率，也就是每年约6万美元的投入，并长期稳健的投资，通常在10到12年左右就可以实现流动100万。当年收入达到30万美金时，如果能保持35%到40%的储蓄率，也就是每年投入10万左右，同时避免生活方式的膨胀，大约只需要7到8年就能达成目标。换句话说，实现流动100万的关键不在于收入本身有多高，而在于是否能够稳定的存下足够比例的收入，并持续复利增长。咱们思考一个问题：地产富有 （house rich） 和财务独立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有什么区别？房产富有是指一个人的大部分财富被锁在房产中，流动资金有限，而财务独立则意味着拥有足够的流动资产和被动收入，能够无需依靠工作就可以覆盖日常的生活支出。我想财务独立才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目标吧。所以真正的百万富翁，财富不仅是拥有昂贵的物品，更是拥有给你选择权，能让你自由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财务自由 （financial freedom）， 因为你真的自由了，而不只是纸面上的100万而已。在我看来，财务自由可以归纳为2件事：财务部分，也就是钱的部分；自由部分，也就是你能否真正去旅行、去做事、去生活，而不是被房子、房贷、工作时间表等等牢牢地束缚住。有一个很危险的陷阱，它阻碍了很多人建立财富，而且它实际上还受到我们的文化所鼓励，也就是对自住房和提前还清房贷的痴迷。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买房子并提前还清房贷才是负责任的成年人该做的事情，但这种执念最终会阻止他们建立流动财富 （liquid wealth）。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你犹豫是否要购买某样东西，因为你会想，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还有房贷要还，或者我不行，因为我还在为买房存钱。当然，我这里不是想阻止大家提前还房贷或是买房，而是想提供另一种思路。在加州这样的高房价市场，很多人都会问，我该拼命的还房贷还是拿去投资？我们来看看3种不同的选择，结果到底差距有多大。我们假设3个人的条件完全一样，都能负担每月大概6504美金的预算，用来住房和理财。房价是80万美元，首付20%，贷款利率6%，房价每年平均上涨比如5%。投资回报我们用标普500长期平均年化9%来计算，房产税、保险、维修费用大约一年占房价的2.5%左右。如果是租房，每月大概是3000美金。所有人15年后咱们一起比较。第一种人是积极的还贷者，他每个月除了正常还贷款，还额外多还1000美金。15年后，房子涨到了166万，房贷剩下了16万，账面净资产大约是149万。听起来还不错，但这些钱几乎全在房子里，他没有任何流动资产，也没有投资收入。第二种人是战略型投资者，他不提前还贷，而是把那额外的1000块拿去投资。15年后，房子一样涨到了166万，贷款余额为45万，房屋净值大约是121万，加上投资账户38万，总净资产大约是159万，和第一个人差不多，但他的财富更平衡，有现金，有房产，也有投资收入。第三种人是租房投资者，他不买房，每月租金3000，剩下的钱全部都拿去投资，大约是3500美金。15年后，他的投资账户涨到了132万。虽然没有房子，但所有的资产都是流动的，能够随时调整、提取或者继续复利增长。对比一下结果，第一位净资产为149万，但流动性为0；第二位净资产159万，流动资产为38万；第三位净资产为132万，流动性100%。这3个人的现金流能力完全不一样，这3个人在最初可投入的现金流部分完全一样，但15年后他们的人生截然不同。第一个人最安全，但却最被动；第二个人稳健又灵活；第三个个人波动也许大一点，但拥有最高的自由度。结论很简单，房子能让你富在账面上，但流动资产能让你富在现实中。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你房子涨了多少，
而是你能不能靠流动资产创造现金流。即使你有一栋很贵的房子，如果你所有的钱都卡在房贷里，不能生钱，你仍然需要不停的工作。自由不是拥有房子，而是拥有让钱自由运转的能力。我们常常为提前还清房贷的人喝彩，这当然没有错，而且从我们的心理上也可以获得极大的安全感。但我们也应该为那些建立了可流动资产的人喝彩，因为自住房本质上只是一个居所，除非你把它出租，不然不产生收入。所以不要让对买房的执念阻碍你建立真正的可流动财富。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关于流动百万富翁和纸上百万富翁你还有哪些疑问。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次再见。